来了来了，三皇子殿下回来了。三皇子此番驱赶匈奴，不过数月就大胜归来，必然深得圣心，是继位的不二人选啊！三皇子景韶上前听旨。三皇子景韶，孝有宽厚，行有知业，授以宝册，特封成王，并赐北威侯庶子穆寒章为妻，不日完婚。令念及尔府中事务繁多，军中职务及兵符，便交由兵部尚书赞理。真是小王子，皇子全然弃使，意味着再无机会了，连转圜的余地都没有了。三皇子，接旨吧。儿臣领旨。哎呀，韩章啊，我知你寒窗苦读，志在四方。如今会试在即，爹却将你许了成王，你莫要怨爹呀。父亲这样做，自有父亲的道理，孩儿不怨。韩章说的是，入朝堂未必就比嫁给成王好，这福气是多少人盼都盼不来的呢。启禀侯爷，成王府来信说，让少爷自己过去。啊，这不是诚心让咱们韩章难看吗？盖头拿来。孩儿穆寒章，拜别父亲、母亲。来这边，成王，请。免了。直接洞房。这是你的命，也是我的命。他们成婚后的第2年，景韶领旨平定三藩，这一仗足足打了10年之久。呀，这不是那个人吗？即便是回来，也未曾踏入穆寒章房门半步，连一个眼神也吝啬给予。然而，也就是这年冬天，别抢啊！万一王爷知道了，王这次就算是彻底完了。拿来吧你！和成王，你快走！三夫人，我们就这么走了？成王他……皇上今早下令要查封王府，不走，难道要我陪着他送死吗？让开！好，走，全都给我走！穆寒章，你为何没走？豪门弃子，王府废妻，哪里还有我的容身之处？我又能往哪里走？上下有令，成王结党营私，目无君上，即刻打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都给我围起来！慢着，即便父皇疑心于我，也应交由刑部审问后方可定罪，岂有直接下狱的道理？动手！他竟然……可是为什么？谁派你们来的？竟敢谋杀皇子！天！穆寒章，你撑着，我直接带你出去。快追！别让他们跑啊！驾！王爷，您刚刚替我挡的刀，我也还了。怎么恩怨两清？放臣下来吧。不行，我穆寒章何德何能，值得王爷与我同死？是我对不住你。若是这次能活下去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
不好，没路了！看到他们了，就在前面！手机车，赏银千两！王爷，放我下来吧！你可曾怨我？怎么能不怨呢？若不是你，我早就金榜题名，登上庙堂了。但这也不能怪你，你是个有本事的人，是我害你，不能继承大统。我有什么本事？我这一生过得如此糊涂，从没看清过眼前人眼前事，到头来我是个笑话。我这一生又何尝不是个笑话？现在死了，反倒解脱。若有来生，若有来生，我一定好好待你，用我一生来补偿你。快抓住他们！我今宵一生战无不胜，纵然是死，也绝不死于这些小小之手。你们跑不掉的！张，我不放开你，奈何桥上便能钻出你的一角。这是哪儿啊？我分明记得当年在战场上心口处中了一箭，险些丧命，如今竟完好无损，就连其他地方的旧伤也不存在了。难道弘正13年？这一年，我驱赶匈奴得胜归来，是众皇子中第一个封王的，威名无人能及。这一年，继王后劝动父王将北魏后庶子嫁给我，就在昨夜成婚。这一年，我才19岁，三番未平，一切还未开始。今年是弘正13年，那昨夜不就是我的洞房花烛夜？天不亡我，贼老天果然待我不薄，竟真让我重活一场。啊，这贼老天，哪怕让我早重生2个时辰也好啊！你别怕，我不碰你。禀王爷，我不是故意伤你的。好了，奴婢们伺候王爷沐浴吧。不用了，都退下吧，我带你去清洗。放心，我不让旁人进来。上一世我答应过，若有来生，我一定弥补你，我定会说到做到。这是做什么？今日怎么体贴了很多？来，我给你上药。这个我自己来就好。你别害怕。没想到他还挺可爱。多谢王爷了。王爷怎可睡外侧？睡里面吧。若是王爷半夜渴了，我起来也方便。你又不是女人，讲究那些做甚？这一瓶是我在西域得的一种奇药。小伤口涂上去就能结痂，次日便能好得7、8分。就是有些疼痛，你且忍一忍。别碰，一会儿就不疼。这人醉酒后和清醒时宛如2个人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罢了，他哪怕能有1分是真心，我以后的日子也会好过些。好了，总算没有让本就不怎么好的开端变得更糟。啊。明日还要进宫拜见父皇，今夜早些睡吧。希望明天他不会再变一个人。如今是弘正13年，我奉旨同穆汉章成婚，从众人追捧的准继承人，变成爹不疼娘不爱的弃子。可如果被吞掉的棋子重返棋盘，成为暗藏的杀招，谁输谁赢就不好说了。
王爷，王妃该起了。门外候着。王爷，醒醒！啊，怎么了？啊，该起了。臣要先下去穿衬裤。哦，是我疏忽了。他总是看着我干什么？哎，给。转过去，转过去啊！哎呀，算了。就是想讨个表扬呢，怎么现在感觉被当成了登徒子？奴婢多福，拜见王爷王妃。多公公请起吧。奴婢谢王妃赏赐。想不到韩章虽然是公侯之家的庶子出身，对付下人的手段却是丝毫不差。多福，王妃平日出府不能没人跟着，回头给王妃找个小厮，再配2个侍卫来。啊，是奴婢疏忽了，今日就去办。看来王爷对王妃是真上心了。谢王爷。本就是该做的，谢什么？王备叫马车。看这样子，想来他身子还在难受着。来，我帮你揉揉吧。不必了。我看你脸色不好，要是难受，揉一揉会好些。对了，待会儿若是皇后说了什么，你听着便是，不管赏你什么，也尽管接着。他说这些话是在帮我，臣明白了。私下里就别沉了，听着生疏。我也不直呼你名字了，改换你的字，就唤你君卿，好不好？理不可废，王爷私下里还是称皇后为母后的好。若是给有心人听了去，就够被参一本了。君卿，这是关心我？臣不过是在谏言。好，我记住了。这怎么显得我在投怀送抱一样？别乱动，不然叫车夫发现了，还以为咱们在车上做什么不安分的事儿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了。这人虽然言语轻佻，但清醒后的表现倒也真的温柔。全京城的人都知道成王娶了门妃，偏王爷自己还笑得这么开心，该不会是被气疯了吧？儿臣见过父皇、母后。儿臣见过父皇母后。好，你娶亲，应当稳重些了。先前因婚事掀你母后茶桌的事，莫要再做了。儿臣明白，谢父皇教诲。这大喜的日子，皇上就莫要再责怪他了。今天可是见儿媳的。王妃请。啊，父皇、母后，请用茶。北魏侯家的次子，没想到竟是这般风致的人物。王妃可是17岁就中了举人的，据说京城里那些贵族少爷们都尊称他一声文渊公子呢。哦，是吗？如此看来，这穆寒章真是个人才，本来可以当做辖制北魏侯的好工具，嫁给景韶，真是可惜了。母后过誉了，不过是几个儿时玩伴的玩笑之语，当不得真。他怎么了？怎么有点不对劲儿？哟，
这孩子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哼，本宫倒想看看，你究竟是真无情，还是假无情？皇后这是在试探我。回母后，儿臣并无大碍。哼，看来是我多心了。这景韶还是个如此喜怒形于色的莽夫，还争什么皇位呢？好孩子，起来吧。这对羊脂玉如意，质地温润，与你十分相称，便赠予你吧。谢母后。奴婢扶着您。不必，没事。君卿身体还没好，不行，得忍住，切不可此时去搀扶。既然身体不适，就早些回去吧。是，儿臣告退。儿臣告退。看韶儿的样子，似乎对臣妾安排的婚事不太满意。他还年轻，自是不能明白皇后的苦心。君卿出来了吗？他竟这般冷漠，我究竟在期待什么呢？果然那短暂的温柔都是假象吗？此时已经出了宫门，想来应该没事了。君卿，方才四下无人，王爷不必假装关怀，我自己走。君卿，君卿，君卿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发起烧来了？春喜，你去太医院，请江衡将太医到府里。是，王爷。起轿，马上回府。拿冷帕子来。是。王爷。君卿，难受的厉害吗？我没事，不是还要去二皇子府吗？别耽搁了。啊，哥哥那边我已经派人去说了，他不会怪罪的。王爷，江太医来了。江太医，你快来看看，他好端端的怎么发起烧来了？这太医但说无妨。观王妃脉象，想必是身上有伤，又心思郁结导致的。恕老臣直言，王妃虽为男子，但是身子虚弱，比女子更容易受伤。王爷还是怜惜一些的好。是本王梦了吗？若是老臣说错了什么，还请王爷恕罪。啊，无妨，本王就喜欢江太医这样的直性子。这串珊瑚珠，王爷，这可使不得。这可不是给你的，红色珊瑚珠能避血光，送给令郎做贺礼，再合适不过。再说，日后还要常请你给王妃调养身体。既然如此，老臣待犬子谢王爷赏赐，改日再让他亲自登门致谢。传闻王爷厌恶王妃，可现在看来却并非如此。老臣先行告退。啊，江太医走好，我再过去量一下。这些事让丫鬟做就是了，王爷去歇着吧。他对我的温柔，或许只是觉得新鲜好玩吧。看君卿的样子，想来是宫里的事让他难过了。今天在宫里让你受委屈了。原来他心里都明白，不过是多跪了会儿。我又不是女子，不会因为婆婆的下马威而委屈。王爷多心了。话里不带怨气，但他分明是生气了。京中的人都嘲笑我，说我立了大功，却不得继承大统。身为嫡子，还不如宫女所出的大皇子地位高。他那晚果然没有喝醉，一切都只是为了泄愤，折磨我而已。这些臣都知道，臣也不求王爷别的，只求王爷功成名就之时，赐臣一纸休书。休书？看来他是误会我的意思了。还真是会胡思乱想。你是男子，休了你，并不影响你的名节，但夏堂夫照样不能考取功名。就算我放你走，你今生也与惠氏无缘了。这人若想留着折磨我，也断不会逆来顺受，任他摆布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不能继承大统，你也不能参加会试，如此一来，我们就算扯平了。王爷，王妃的药煎好了。啊，你去门外守着。是，王爷。王爷，王。
儿子招进麾下，再诱其犯个可大可小的错，等着那老头自己上门来求便是。君清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军师啊！如此一来，我连请门客的钱都省了。君清他肯把自己的心机袒露给我，想来是肯接纳我了。王爷，哦，瞧我，你别坐着了啊，快躺回去，发汗，烧才能退。这家伙还真是个急脾气。君清，我以后有什么事情都会告诉你，你有什么想法也要告诉我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吵架了。君清，那天晚上我确实心里不痛快，本想着既然所有人都不信我，我就干脆让谁都不好过。但在我醒来看到你的时候，我改主意了。我想跟你这般美好的人过一辈子也挺好。别人不信我不重要，我以后一定要保护你，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虽然我还不知道我对君清抱的是什么样的感情，但我知道这是唯一肯陪我死的人。在这个重生的世界里，我所看到的只有满目猜疑，步步杀机。只有怀中这个人是我唯一的救赎，我要紧紧地抱住他，再也不放开。君清，感觉好点了吗？禀王爷，二皇子和二皇妃来访，现下正在茶厅等候。哦，哥哥来了，命人好生招待着，我和王妃即刻就过去。王爷啊，换过衣服再去。哦，忘了嫂子也在，穿这身就出去太失礼了。马上就要见到哥哥了，才觉得心里有好多话要对他说。这一次我不能糊涂下去了。君清也要穿好衣服。好了，咱们走吧。王爷臣就不去了。怎么了？王爷不去二皇子府，是因为臣病着。虽说是自家兄弟，但为这点小事产生误会，还是不值当。这是何意？啊，你是怕哥哥见你没事，以为我故意不去二皇子府，为此伤了兄弟和气是吗？哎呀，君清以后有话就直说，我这脑子不好使。臣记下了，王爷，快去吧。你是记下直接说话，还是记下我脑子不好使了？都记下了。君清真好看。王爷。我这是做了什么呀？哥哥，已经成婚的人了，还这般毛毛躁躁，成何体统？从小被哥哥训斥惯了，一听他训就想跑，如今再听这句成何体统，却觉得无比亲切。见过哥哥嫂嫂。叔叔，原是不该来的。听闻弟婿身子不适，过了午也不见去府里，你哥哥不放心，这才带着我来。殿下明明等不及，所以才亲自来，为何此时却不言不语？上一世总以为哥哥是看我不顺眼，所以平时在对我横眉冷对，却不知他暗中究竟为我做了多少事。在我落难时，也一直为我四处奔波，费尽心血。哥，自从父皇下君清，哥哥来探望你了。皇兄，哎，不必行礼了。怎么新婚第2日就病了？这个，皇兄不必担心，只是着凉了，有些发热，喝过药已经退烧了。对啊，北魏侯家太抠门，做的嫁衣那么薄。这欲盖弥彰的话，只会越描越黑，还不如不解释。你跟我去书房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哦，我去挨训了。快去吧。君清笑得真好看。
还不过来？啊，来了。王妃，奴婢听说二皇子妃跟侧夫人宋氏去西院的小花厅喝茶了。哦，哪儿听来的？我去茶房添水的时候，听到梦溪姐姐说的。做得好，我是男子，侧室代为招待兄嫂也是应当。不过这是王爷交代的，还是他自作主张，其中的意义便很是不同了。王妃，您不知道梦溪都说了什么？无非是说，王妃刚嫁过来第2天，就被侧夫人压了一头，往后这府里也不知该听谁的了，是吗？王妃，你怎么知道？这笨丫头把什么都写在脸上了。禀王妃，王爷让带话说，晚饭和2殿下一起用，让您在屋里不用等了。知道了。芷溪，这王府中可有地图？回王妃的话，有图，在小书房里，奴婢这就去找。若没她的允许，这丫头定不敢随便拿给我。只是想试试，没想到她真允许我随便看书房的东西。又或许是小书房里没什么重要的秘密吧。启禀王妃，西院的2位姨娘来给王妃敬茶了。那位侧夫人竟然没来，这是在向我示威，还是在试探王爷的态度？让他们进来吧。延姬拜见王妃，恭贺王妃新婚大喜。起来吧，兰亭，赏。谢王妃赏赐。我是男子，以后你们做事说话就要守礼。晨昏定省，只需来请安便是，旁的不需要你们伺候。没别的事，就回去吧。谢王妃，只是夫人还没来，奴婢们就在门外等候，好一起回西院。好戏还没看完，可不能就这么走了。若要等，就去偏厅候着。其实还从没见王爷这般过。竟然是一起来的，看来这侧室果然是挺受宠。姐妹们都到了呀。难怪半路上非要跟我一起走，原来是拜见王妃迟了，拿我做幌子。因送皇子妃来迟了，还望哥哥莫怪。哥哥，侧室叫正妻为姐姐，我是男子，确实该叫哥哥，可怎么听着这么别扭？以后叫王妃，不许叫哥哥，听着像叫情郎一样，真渣。王爷，没旁的事儿都回去吧。是。总算是清静了。兰亭，把那本碧水经注找来给我。王妃，碧水经注在库房的大箱子里，天黑了不好找。罢了，那去小箱子里随便拿一本吧。不用找了，我就是随便看看。你继续看这本吧。是。王爷，坐榻上，咱们一起看。下午身上还难受吗？好多了。那些侍妾不必放在心上，礼事是宫里安排的，延姬是大皇兄送的，我都没动过。未免君卿误会，我得先交代清楚。他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些？难道是在帮我了解内宅女人的地位，让我方便管制？虽然没兴趣，但我确实需要清楚这些。今日皇子妃到来，是臣疏忽了，幸得侧夫人机警，才没有怠慢兄嫂。我也把嫂子忘了，晚饭的时候才想起来。看来招待皇子妃不是他允许的，是宋氏自作主张了。哎，不对，君卿，你夸那个女人做甚？那个女人有什么好夸的？上一世我被众人陷害，她逃命似的离开了王府，生怕被我牵连。宋令新他爹是兵部侍郎，我怕打仗时有人背后使绊子，才带他过门。没想到他如此薄情负义。他也一定很辛苦吧？毕竟身在皇家，实在有太多的不得已。君卿这是……王爷，哎，明日还要回门，早些休息吧。哎，君卿，你慢点，等等我。王爷，还记得我昨天说过什么吗？君卿有话可以和我直说，不必顾忌。我父亲若是提起江南盐引的事，王爷
莫要答应。严隐，想借我搭上沿路的人的确不少，而且这也是我前世被弹劾的罪状之一。君卿竟如此为我着想，还真有人不向着娘家的。严隐生意涉及官家，稍有不慎，恐会酿成大祸，还是小心为妙。我做事向来欠考虑，君卿一定要多提醒我，否则我这脑袋迟早要给自己玩丢了。哎，君卿，你跟我说说侯府的情况吧，待会儿我也好有个应对。府内人口众多，几个叔伯也住在侯府，不过父亲膝下只有大夫人生的一双儿女和我这个庶子。那你爹倒还算专情啊？或许吧。陈木进携北魏侯府众人恭迎王爷王妃。别怕，我给你撑腰。谢谢。以前总想着考取功名，好让他们能高看我一眼，如今似乎以另一种方式达到了。都起来吧。谢王爷王妃。二弟一会儿宴席是去内院与母亲同坐，还是跟我们在前院呀？兄长身为世子，这些礼节该比小弟更清楚才是。多嘴，时间还早，请王爷与微臣去前厅用茶，让王妃去见见他母亲。你还病着，莫要太累了。王爷，请。没想到王爷竟对韩章如此宠幸，看来找生意门路的事应该能成了。马上就可以见到娘了。韩章回来了。哟，瞧瞧，我们的王妃回来了。王妃回门，各位夫人小姐行办理即可。是啊，差点忘了，如今这人已经是正一品的陈王妃，不再是那个不受宠的庶子了。恭迎陈王妃回门。母亲请起，娘怎么不在？王爷刚好让儿子带了些雪参回来，给母亲和姨娘们补补身子。替我多谢王爷。我们一群女人，你待着也没趣，趁这会儿去看看秋姨娘吧。哟，这小子翅膀硬了，知道用王爷威胁嫂子您了。随他去吧。以为宝器酒，刀3，一曰灵宝，二曰韩章，三曰素质，因兹定名，以明其父。王爷也是爱兵器之人吧？宝器认主，不是自己的，便只能赏玩，不能杀敌。王爷果然是个中高手啊！韩章自幼不爱兵器，又木讷口拙，若有言行不妥当的，还请王爷莫要跟他计较。侯爷多虑了，君卿很好。传言成王暴躁易怒，如今看这人气度从容，眼神沉稳，看来严隐之事还得多费一番功夫。生病了怎么还绣花？韩章，只是不能见风，绣花不妨事的。二少爷在王府可安好？莫要担心，王爷他待我很好，给我配了小厮，允我出门，也不曾迁怒于我。真的吗？他其实与众人所知的不太一样，我真的过得很好，娘。是娘没用，若我不是个妾，你也不至于受这么多委屈，连叫一声娘都得背着人。嫁给王爷说不定是个好事，入朝堂也未必能平安顺遂。娘要振作起来，不然我会担心的。对了，这些年娘存了些银两，都是留给你的，你留着这些钱财傍身，我也放心些。王家水深，
那个人即使宠你一时，也不可能对你钟情一世。不会钟情一世。君清，我听了你的话，没答应北魏后言隐之事。哎，君清，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？臣失礼了，王爷恕罪。没事儿，我先睡会儿。本想说我另给北魏后指了一条明路，再说一遍，显得我在故意表功似的，还是不说了。王爷靠着臣睡吧，车里没枕头，容易磕到头。王爷，君清小心！小的该死，王爷恕罪。罢了。王爷，君清，私下里不准叫我王爷。你看，你这样叫我，跟车夫有什么区别？礼不可废。我不管，叫我少。王爷。果然抓紧君清，心里便能感觉安稳。今日父亲他们轮番敬酒，想必他也是有些招架不住了。奴婢拜见王妃，奴婢奉王爷命令，给您挑来了小厮和2个侍卫。小的云竹拜见王妃。云竹是外院管家云先生的侄子，素来机灵，王妃先用着，不合意再换。有劳公公。这都是奴婢分内之事，王妃若没有旁的事，奴婢就先告退了。云竹，你几岁进的府？识字吗？回王妃，小的8岁进府，进府后就跟着叔叔读书，到今年是第5个年头。今日小书房便是小的整理的，王妃若是找不到哪本书，只管问小的。小书房？你是说我的书在小书房？是，今早出门前王爷交代的。多总管带着小的们忙了一天呢，王妃要不要去看看？架子上的都是王妃从侯府带来的那2箱书，除了原有的，王爷还多添置了一架。王爷还特意嘱咐，摆件都要选素雅的淡色，说是王妃您喜欢。除了娘亲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细心的关心我，为我做这许多事。王爷醒了，起来吃点东西吧，有些晚了。朕让厨房煮了些小米粥，王爷少吃一点，免得积食。君清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温和不设防了？小书房很漂亮，谢谢你。君清，你终于不叫我王爷了。只一句谢谢就完了？我可没听说有谁家会给南齐书房的。本王想要个诚心的谢礼。王爷，或者让我亲一下也行。王爷，该去用晚膳了。君清害羞的样子真是可爱。刚才让他逃跑了，这回可不能再轻易放走他。天色不早，王妃是不是该回房了？臣还不困。我正好也不困。王爷，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罢了，他应该一会儿就忘了那个谢礼了吧？拿到了，你先拿着。这是什么？抓紧。王爷，这里是王府最高的地方。放心坐吧，有我在，掉不下去的。这个摘星亭是王府中我最喜欢的地方，晴天的晚上能看到满天的星星，真美。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完整的星幕。我小时候经常爬御花园的树掏鸟窝，也会半夜爬上屋顶看星星，因此经常被母后打屁股，但母后总也舍不得下重手，所以第2天还是照样胡闹。
没想到堂堂皇子小时候竟这般顽劣。我小时候无人教养，娘亲读书不多，便只会教我打算盘、看账。后来被父亲发现了，还发了好一顿脾气，说娘亲教坏了我。于是，我被提前送到族学里读书，不许娘亲再多与我说话。读书这么早，怪不得你这么小就像个老头子一样。王爷的年纪还不及臣呢。哦，差点说漏嘴。前世我活到了30多岁，自然觉得现在的君卿还小。嗨，不提这个了。哎，看看我珍藏的桃花酿吧，每年可只能得这么一小坛。你尝尝。果然清香。对了，北魏侯世代都是猛将，你爹怎么不教你习武呢？我小时候冻坏了经脉，大夫说不能练武了。什么？冻坏？怎么会冻坏？3、9天的时候掉进了池塘里。父亲曾说我根骨好，还要把家传的枪法教给我。自大夫说我不能练武了之后，父亲便很少过问了。这桃花酿是要细品的，哪有你这般喝法？让王爷见笑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……是谁把你推下去的？把你的披风给我，你不配！是我自己掉下去的。正常大户人家的池塘边都砌有石台，韩章是个少爷，身边不会没有下人跟着，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他3、9天掉进池塘里？这么美好的人，我抱在怀里都怕弄疼了，竟然有人敢如此伤他！我会替你报仇的。也罢，就让我稍稍脆弱一下就好，稍稍难过一下就好。我要出去1天，午饭估计不回来吃了。晚饭前会回来的。你若是觉得闷，带2个侍卫出去逛逛也行。不问我去哪儿也就罢了，怎么这回应也稍显敷衍？听说城南那个园子里常有些男妻们聚集在一起，回头你也去玩玩。啊？是吗？臣倒是第一次听说。王爷竟如此孩子气，总算应了一句长的。改日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我出门了。王爷，云管家，去查查当年北魏侯庶子是怎么掉进池塘里的。是，属下立刻去办。小黑，好久不见。小黑本是一匹野马，性子刚烈，虽非纯种名马，却比一些将领的名驹还要聪明许多。当年若是小黑在，我和君卿也不至于被逼得跳崖。不过这样是漏了，我便没有这重来一次的机会，真可谓祸兮福之所依，福兮祸之所伏。王爷，昨日李延庆李大人来访，但听说王爷不在就走了。李延庆，应该是暗格里蓝色账本上最后一条记载的那个人吧？他若下次再来，你叫他次日午时到聚香楼去等着。是。撤！看到了吗？你要是再闹，就让成王把你抓走。文成王暴虐嗜杀，曾坑杀数10万乡族，其名能治小儿夜啼。如此猖狂行径，令人发指啊！差点忘了，这也是前世我被弹劾的罪状之一。原来这些谣言早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流传了，他们还真是蓄谋已久啊！虽说出价分得的3万两家产没短我多少，可光东郊那片荒林就占了大半，其他全是些不能动的庄子和田地。身为北魏侯府的主母，给出嫁的庶子如此分发，还真是不怕人戳脊梁骨。王妃，侧夫人进东院来了。她来干什么？肯定是说钟馗的事儿。她若是说要过几个月才能交出账册，您千万别答应她。请她进来吧。妾身唐突前来，还望王妃莫怪。无妨，你有什么事？按规矩是该将家中的事务尽数交给您的，只是眼看到了发月丽银子的日子，
现在交与王妃，怕是会出乱子，所以妾身来请王妃示下。既如此，这几日你继续管着。至于主持钟馗的事情，今晚等王爷回来再说吧。是，还是得看王爷的意思。妾身说了也不算数。对了，还有一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侍寝日子的安排。册中有妾身与2个妹妹商议过后拟定的章程，请王妃过目，早些定下来，也好让多总管安排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是，妾身告退。侍寝。好，属下布置王爷前来，有失远迎，还望王爷恕罪。这架书是王爷以前摆在这里的吗？他说小书房所有的书都可以随便看的，那这本兵书上面的朱批字体如此稚嫩，想来是王爷很小的时候写下的。原来他幼年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努力了，难怪10几岁就能打败匈奴，越过2位皇兄提前封王。哼，侧夫人真是好算计啊！谁家的正室不是至少站着18天？他居然才拟了15天给您，2位姨娘各3天，他自己倒是站了9天。况且您没进门之前，他可是每月给自己定了20天呢。不过王爷常年出去打仗，即便在府中，也不在西院留宿的。哎，王妃，不如就定王爷25日在东院，剩下3天，给他们1人1天就好了。那哪行啊？若是这样定，怕是很快就会传出我善妒不贤的恶名了。况且洞房那天的经历，至今还心有余悸。宋灵心如此安排，对我来说倒也不坏。君卿，我回来了。王爷，怎么还在看书呢？我可是专程赶在晚饭前回来的。走，我陪你用晚膳去。看王爷对王妃如此上心，这侍寝的日子定了也是白定。哎，君卿啊，今天可真是累坏我了。快让我躺会儿。王爷，刚吃完饭就这么躺下会积食的。可是我累了，在这里靠着，消消食就行。君卿在关心我了。也好，不是散步就行。君卿，你给我按按肩膀吧，酸疼得很。臣不是丫鬟，不会这个。疼吗？君卿帮我看看是不是轻了。是轻了一片，臣去找药油来。王爷今日去练武了？君卿的皮。不如再让他多管几日。宋氏无非是想暗示不想交出权力，但若继续让他主事，君卿的威信势必会受到很大影响。不过聪明如君卿，怎么会不懂其中的道理？你是正妃，这些就该由你来做。若是不耐烦，就让多福处理。明日我就让宋林心把账册交给你。如今京城肆意流传我残暴的流言，连君卿也还在借钟馗一事试探我的态度。这世间还是没有人愿意相信我。王爷，我此番故作聪明，怕是真的伤到他了。王爷，王爷，臣不是那个意思。要交账册，也只能先交往年的账册，让臣先看着。若立即接管今日账册，着实会出乱子。王爷，啥？
实在是……王爷，别脚上伤，不要。还没醒。君谦，该起身了。况且，今日不是还约了李大人吗？正事要紧，而且妾室马上就来请安了。若是看到我俩还在床上，可怎么办？上一世征战3番，我几乎没什么机会睡安稳觉。重生一世，越发偏执于这些温暖干净的事物。这个人，大概是这世界最温暖干净的存在吧。禀王爷、王妃，错夫人和2位姨娘前来问安，让他们在外间候着，我们一会儿就出去。是。妾身给王爷、王妃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王爷、王妃。幸好我身手快，他这一跌可是要栽到君卿怀里去的。王爷，贱妾身子不适，冲撞了您。前世在王府遭难的时候，他就神秘消失了。如今想来，他是大皇子送来的，那么当年的那些罪证，定然有他的一份功劳。刘延吉这个狐妹子！王妃，昨日妾身提的那件事，已经交给多福了。我跟王爷商量过了，这个月的事情你还管着，下个月初就把你手里的账册都交给我便是。王爷。啊，那你下个月岂不是就要忙起来了？事情繁多，王妃若是下月就接手，怕是要连着忙许久了。自是比现在忙一些，左右我也没什么事。哎，那趁这个月无事，我带你出去玩几天。妾身明白了。一个男人掺和什么内宅钟馗，也不觉得丢读书人的脸。他如今正得宠，姐姐怕是争不过他的。而且那日喝药的时候，王妃与王爷在屋里有争吵，还说什么休书。这么说的话，王爷是打算找个合适的机会，好休了他。哼，若是如此，一旦他持钟馗，要休他的理由便好找了。那么这1个月的时间，我可要好好利用一下，给王妃留一个完美的摊子。哎，君卿啊，你这画的是什么？祝寿图，下个月是我父亲的生辰。哦，说起这个，上次陪你回门的时候，我没让他去涉足盐引，我让他去西北贩马了。贩马？日后你便知道我的用意了。啊，画个祝寿图哪里用这么费事啊？我给你画一个。啊，怎么样？这是祝寿图？哎，千年王八万年鳖，这不就是祝寿图吗？王爷若是把这图送给父亲，怕是要给人笑话的。那就先送你画的，等北魏侯夫人寿诞的时候再送我这幅好了。堂堂王爷，怎的总是这般胡闹？禀王爷，快50了，李大人已在聚仙楼候着了。知道了。王爷快些出门吧，莫让李大人等久了。你跟我一起去吧，我就跟他交代2句话。午后我带你去城郊玩，再去看看各个庄子的桃花开了没。这……好吧，此次谈话定是些隐秘之事，没想到他竟愿意带我。哎，2位客官，你里边请。王爷，这位是……哦，这是我府上的亲客君先生，不妨事。哦，今日让你来是要告诉你，以后盐引这桩生意做不下去了。王爷对我说话，为什么看着他呀？王爷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朝堂上有些风声，今年还是收敛一些吧。你去找任峰，具体章程我昨日都跟他说了，他自会告诉你以后怎么做。哦，是。那下官现在就去找任统领，下官先失陪了。
王爷和这位似乎关系不一般呢。王爷在朝堂上遇到什么事了吗？现在还没什么事，不过，君卿有听过京城里的传说吗？是说成王能治小儿夜啼的传闻吗？我的君卿实在是聪明过人，跟他说话一点都不费劲。这件事情得镖和本分开治，眼下需要先治镖。啊？何为镖？何为本？所谓镖，就是流言本身；所谓本，就是散布这个谣言的人，或者说一群人。众口铄金，谣言传得多了，就成真的了。或许父皇现在会一笑置之，过几年之后可就不一定了。所以需要先治镖。君卿，君卿如此料事如神，难道他也是重生来的？若他不是重生的，那他的眼光智慧可真是不容小觑。王爷，我是觉得你肯帮我，我太高兴了。我既已进了你的府门，不帮着你，还能帮着谁？啊？公子不嫌弃小店简陋，定然是风雅之人。梅姑娘，一小瓶青梅酒，再来2个酒盅。这女子明明已经是徐娘年纪，还一副妇人打扮，她怎么还叫人家梅姑娘？真是轻佻。君卿怎么这么看我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拿着，旁边这位公子有些眼生，不过看公子气度非凡，想来必定是读书人。下次来买，我给公子算便宜些。哎，她是我新娶的妻子，你休想打她主意啊！走了，下回再来光顾你的生意。快滚快滚，下回收你2倍的钱。方才那家店啊，那位女子姓梅，是个孤女，而她邻家的男子也是个孤儿，两人从小相依为命。梅姑娘有家传的酿酒手艺，她在家里酿酒，男子拿出去叫卖，用以维持2人生计。要平安回来呀！好，快回去吧。男子16岁从军，在军中时总是傻呵呵的，把发的银两都存起来，说是回家好娶他的青梅姑娘。可惜，在我从军的第2个年头，那个男子便战死沙场，而梅姑娘一直没有嫁人，成日守着那家酒馆过日子。我们到了。很美，景色很美，故事也很美。只可惜故事结局如这满目桃红，最后只能随风飘零。王大哥是个好人，我刚进军营时很不适应，他并不知道我是王爷，却关照我良多。所以王爷才会一直暗中照顾这位梅姑娘，是吗？王爷其实很善良。善良？我不过是有恩必还，有仇必报罢了。不过，若是这样能让君卿对我有所改观的话，那就让他这么认为好了。我们去那儿。这么好的地君卿，你继续说。王爷若是无意于大魏，那么这个名声便不着急挽回。最好的办法就是以讹制讹。君卿的意思是，传播谣言的人无非是眼红王爷的成就，那就找一个王爷讨厌的对手，编一些他的坏话来传。百姓们才不管真假，只要听起来惊奇，便会乐此不疲地传下去。到时候，关于王爷的流言，自然会被人们遗忘了。看来君卿是猜到了，谣言的源头就是我那2个兄弟之一，也可能是晋皇后。既然他们可以瞎编乱造，那我也可以。嘿，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！君卿，
你可比我坏多了。臣不过是就事论事罢了。君卿，王爷，你，他竟然蛇。王爷，热水已经准备好了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君卿，你今天把我摔到地上了，屁股这会儿还疼着呢。臣下午的时候已经道过歉了。道歉得有诚意才行。我身上有伤，你帮我洗澡。我不会，哪有伤到屁股就不方便洗澡的？没事，我也帮你洗。快进来，不然罚你一会儿帮我涂药。给他那个地方涂药，或是在浴桶中赤诚相对，似乎哪个都挺危险。等等，涂药的话，那至少我可以穿着衣服呀。君卿，臣还是一会儿帮王爷擦药吧。太可爱了。涂好了。怎么趴着不动呢？王爷，那睡觉吧。我身后有药，今晚就趴着睡了。我真是自作孽呀！王妃，这是近3年的账目，让账房先生看吧。您何必费这个功夫呢？府里的吃穿用度、人情往来、下人调动，都可以在账册上看出来。就像治国一般，看户部的账册，便能知道这个王朝是否兴旺。哦，原来还有这些个道理。哦，对了，王妃，小的听说，侧夫人昨日清点库房，与几个下人在里面耗了一上午呢。这个时候清点库房，定然是赵女士对不上了。我知道了。谢谢王妃。还有，王妃3月份的月例银子，账房根本就没给拨。昨日我去领宣旨，差点就没领到。幸好您和王爷住东院，一切用度都算在王爷的份例里。若是您住在西院，岂非连饭都没得吃了？云竹这番话倒是提醒了我，如今我手中也着实没有现银了。若是有什么急事，就不好办了。王爷，你回来了。王爷不是去二皇子府上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王爷，王妃又失宠了。王妃这是惹恼王爷了吗？这此情此景，仿佛又回到了重生之前逃亡的那天。这几日温暖安逸，我都差点忘了当时我是带着怎样的心情重新睁开眼睛的。他怎么了？看上去很不对劲。幸好还有君卿。去！王爷，王妃，王爷这是……任统领，你先带着其他人离开这里吧，我留下来陪着王爷。是，王妃。
切，君切，我在。王爷淋了雨，喝碗姜汤去寒吧。收。君卿待我真好。好了，别光顾我了，当心你自己着凉。你也快喝一点。怨我，竟忘了君卿小时候被冻坏过，身体底子本就不好。一般人在雨地里坐1个时辰都会生病，何况是他。让他担心了。王爷放心，臣身体很好，以前在雨地里跪3个时辰都不会生病，何况这才什么？3个时辰？坏了，又说漏嘴了。没什么，你快去榻上歇着吧。啊，莫再着凉了。为什么？那时候，奶娘的儿子偷府里东西被捉住，夫人要把他们撵出去。可我当年掉进湖里，是奶娘衣不解带的照顾我，才救回1条命。不过小孩子罚跪，不是也很正常吗？不过归根到底，还是看我这个庶子不顺眼吧。是啊，我还在勤政殿前跪过1天1夜呢。1天1夜？小勺，你就要有个弟弟或者妹妹了。不过，就算有了弟弟妹妹，小勺还是母后最喜欢的孩子。出红了！皇后出大红了！母后，你别走。母后，勺儿，别怕，没事的。都已经过去了，君卿。一睁眼就能看到君卿，真好。昨天君卿亲我了，礼尚往来，我得还回去。王爷。我说过了，私下里不许叫我王爷。可是单叫一个勺字，好生别扭。你有没有什么小名？母后和兄长都叫我小勺。小勺这名字确实不错。是小勺。小勺。那我以后也这么叫你吧。我这是被自家王妃给调戏了吗？王爷，您上次让我查的事情有眉目了，就是关于王妃小时候落水的事。查出来了，是谁干的？当年北魏侯老夫人给2个孙子各做了一件黄披风，因为王妃生得好看，她的兄长穆灵宝便觉得她身上的披风比自己的好，硬要抢过来。撕扯间，王妃被推进了荷花池，而穆灵宝则抱着抢来的披风跑了。幸而奶娘赶来，才救起了王妃。混账东西！北魏侯夫人将当年知情的下人尽数赶走，属下几经周折，找到了当年的那个周奶娘，才得知了事情的始末。现在有2件事给你办：其一，去查穆灵宝平日的行踪爱好；其二，找人在京城中散布4皇子景瑜喜吃生肉的消息。其他的不要多说。第一件事情，属下倒是明白，
可这四皇子喜吃生肉，景瑜不是喜欢东瀛进贡的生鱼肉吗？不过是省略个鱼字，你去办就是了。以讹传讹而已，谁不会？连我杀500降兵都能变成杀俘10万，我倒要看看这四皇子的小癖好又会被传成什么样。王爷自从让人放出消息之后，便安心待在家里。我也在几日中将府中3年的账册审阅完毕，倒是享受了几日难得的清静日子。少爷，可找着您了。方才周奶娘的小女儿跑来找您，说周奶娘的儿子前日摔断了腿，没钱看病，农庄里的人还要赶他们一家出去，她想来跟您借些银两。我心想手中没有现银，若是刚嫁过来就典当嫁妆，传出去恐怕对王爷的名声有损。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啊，君清，怎么了？别皱眉了，小老头，有什么事儿和我说。你能不能借我100两银子？君清是在跟我借钱？跟我来。这5000两你先拿着，不够了再跟我说。奶娘家里出事了，我手中没有现银，等庄上收了租，我就还给你。你再说一遍。等庄上收了租，就怎么样？对哦，跟丈夫说还钱确实太见外了。我那庄子收成不好，这5000两，10年20年的，怕是也还不上。所以，这账我让你赖我一辈子，有事就来找我，养你本就是我的责任。那我出去继续练剑了。怎么感觉跟哄小孩似的？100两送去给奶娘，剩下的看看有没有什么生意可做吧。君子在世，还是得有安身立命之本才行。按照上次花册上定。睡觉还这样不规矩。别动，再陪我睡会儿。你今日不是要去别院找任统领吗？还不起？不着急，明日就该上朝了，今天还是把事情处理完的好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任统领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，怎么会成为你的禁卫统领呢？他本是走江湖的一个大侠，因为缺钱才金盆洗手，跟着我干正事儿。江湖，那些小说传奇里的大侠，这些竟是真的存在的。是存在的，只不过没有书中那般夸张。
这2日我准备让任峰招揽江湖中的能人异士，到时候可以带你去看看那些江湖大侠。根据前世的经验，明年3番之争便会开始，在此之前，我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你若在府中无聊，便出门走走。主街上有家叫回味楼的酒馆，那儿的中原菜特别好吃。知道了。2位客官里边请。少爷，您猜猜这儿的老板是谁？是谁？就是柜台后面那个年轻掌柜。那人啊，是户部侍郎萧远的南妻，名叫周瑾。既然户部侍郎的夫人都可以开酒楼，那我开几间铺子，应该也不会有人说闲话。不知景韶与户部侍郎的关系如何？我倒真想结交一下这位老板，等回去问问他再说吧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最近有人传言说四皇子喜吃人肉呢。嗨，哪有那么恶心呐？哎，我听说是喜欢吃胎盘，那个东西大补。不知景韶是让人传出了什么消息，短短几日，竟已经变得如此离奇。看来朝堂上又要掀起一场风波了。皇上，微臣有事启奏。真讽刺，前世这帮人的丑恶嘴脸还历历在目。成王杀年欺民，如今民间哀声一片呐。成王欺君罔上，意图谋反，还请皇上惩治啊！不过，当年肯为我说一句公道话的，除了兄长的人，还有这个户部侍郎。可惜，前世他一直未能得到重用。景韶，或许可以把这个人拉拢过来。方才御史所奏的坊间传闻，如此一来，父皇问你话呢，关于四皇子的谣言。儿臣以为，愚民之言，不过是茶余饭后的闲谈，不足为虑。景琛，你呢？古人云：“只惧来朝，空穴来风，其所托者然，则风气疏也。”既然民间有这种传闻，定然事出有因。还是尽早澄清，以免污了四皇帝的名声。这兄弟俩的回答意思相悖，想来事先并不知情，即便知情，也不曾共同商量过。求父皇恕罪，此事乃是年前东瀛进贡的新鲜海鱼，切薄生食，十分鲜美。儿臣觉得可口，便多用了些，不想被人误传，竟惹得满城风雨。皇室为天下之表率，你的一举一动自然会被百姓注意，怎可对口腹之物如此执着？父皇，四皇帝当真有口腹？这般稀奇的事物，儿臣连见都不曾见过呢。这话不是摆明了说我僭越，私吞了藩邦给父皇的上贡之物吗？父皇恕罪，那鱼儿臣只在母后处得了2条，真的不曾贪食啊！哼！不争气的东西！四皇子景瑜行为不端，禁足1个月，面壁思过，退朝。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本想掩去关于我的谣言，没想到让父皇对景瑜产生不好的印象，臣真是意外之喜。去回味楼。哈，我识字不多，只会做菜。王妃是有大智慧的人，万不可与我这等粗鄙之人相比。王爷先坐，我再进去拿2屉包子。萧大人好福气啊！娶了这般聪慧的夫人。王爷有什么事吗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听说萧大人和尊夫人感情甚笃，本王就是想跟你请教一下，
怎么才能让南七不再惧怕传递之事？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那王爷可是找对人了。首先啊，一定要温柔，要尊重他，亲吻比乱摸更有效。啊。方法有没有用？要不今晚试一试？也不能破这个先例。宋灵心又在做什么呀？不过是画个吓人的偏院赞助，他们的用度只管从我的分例里出便是。哼，王妃说的可真轻巧。舒妾身直言，王妃3月初8嫁过来，这个月根本就没有份例，让妾身从哪里扣？住嘴！宋灵心，你对王妃这是什么态度？啊！王爷，妾身是为了王府的安宁。王妃她……你闭嘴！君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想把奶娘和她儿子接到王府的下人房里住一段时间，待他儿子腿伤好了，就让他们回去。王爷，王府不许进外人，这是规矩。王妃一旦开了这个头，岂不是以后谁想往这府里塞人都可以了？皇室中人最忌讳府中有他人细作，这回我就不信王爷会站在慕寒章那边。妾身管制内宅的大小事务，就得对这个内宅负责。下人房都在西院后面，若是进了什么来历不明的下九流之人，出了事可就说不清楚了。王爷，您说是不？放肆！王爷，你既然管不好内宅，今日就把所有账册交给王妃。妾身是为了王府着想，您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妾身？再说，画册明明定好了规矩，可妾身侍寝的9天里，王爷1天也没去。王妃根本治理不好王府，这样的人池中窥，谁会听他的？够了！从今日起，侧夫人禁足1个月。来人，把她拉下去，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不准踏出院子半步。王爷，王爷，总算是清静了。今天一早接到消息，是我有些心急，一时欠考虑了。你是这府里的王妃，你说什么容不得别人质疑。这几日我没去西院，宋灵心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。我可以把奶娘接到我陪嫁的那个庄子里。不用，就接到府里来吧。若想让他们一直住着也可以，把他们算作你的陪房就是了。小韶，谢谢你啊！丈夫的支持对于正妻十分重要，他竟肯如此偏袒我。傻瓜，我们是夫妻，谢什么谢？若你真的想谢我，就让我亲一口。王爷刚说不用谢了。我家王妃真是越来越坏了。